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红石口袋，我是鱼竿。今天我们又来做一点跟厨房有关的东西。大家知道我这个人其实热爱吃蛋，只要是蛋的料理我都超爱。可是某一次我在做我的过敏原检测的时候，发现我对蛋严重过敏。是史上最大的悲剧，大家不要学我。即使是如此，我还是非常深爱吃蛋，因为我觉得，与其我一直不吃蛋，然后不快乐的死掉，不如我吃蛋，然后很快乐，很快乐，然后早一点死。我怎么可以在镜头前面讲这个？好，总之今天要来拍片了，而且我最近鼻头上长一个痘痘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。然后我心里一直想说，等这痘痘好差不多了，我就要拍片了。殊不知它到今天都还没好，这个痘痘应该存在了快1个礼拜了吧，我傻眼。好，但总之我们今天要来开箱，啪，就是这个，它据说可以做出布丁质感的蛋。我就一直觉得说，那我可怜那个蛋煮熟就是那样啊，怎么可能变成布丁的质感？但是以前经过唐吉诃德，都可以看到跟它有关的东西，不管是煮水波蛋啊，或者是煮温泉蛋啊，什么东西跟蛋有关，我都觉得好想买。但是就碍于我觉得事情都不会发生的这么美好，一直到我在台湾的玩具反斗城发现了它，你看看，这样我还不买它吗？为什么会想买呢？首先就是它就是跟蛋有关，蛋不是里面分蛋白跟蛋黄吗？这个东西可以让蛋在不破的情况下，里面就变成混好的蛋液。当它就是直接拿去煮的时候呢，它就会直接变成一个这样很像布丁的东西。这是没有混合过的，这是混合过的。然后它这样子啪啦啦啦打散变成混合过了以后呢，就可以丢到水里煮。它其实也不算煮，它这边说的是沸腾之后火关掉，然后把蛋放进去30分钟，就可以获得一个特殊口感的鸡蛋。我今天也有准备巧克力，我也有准备糖要自己煮焦糖，然后我也有酱油，希望一切都可以这么的顺利。把它打开以后，里面先有一个说明书，好可爱哦！它就是这样一台，然后它这边有个把手，我们把把手也装起来。来看看它的说明书还会再额外补充什么好了。OK， 它这边有说明你要怎么吃这个蛋比较好，不可以整颗吞，要这样吃，不然这样可能有窒息的危险。然后当里面没有蛋的时候，不可以转，主机可能会坏掉。然后这边就是它的一些使用说明。OK， 那我们先把它的把手装起来，然后这是直接就可以拿起来。然后呢，这个可以翻下来。翻下来，然后可以把这个东西拿起来。拿起来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把它盖子拿起来。怎么拿起来啊？不是把焦糖拿起来，是把它的下面拿起来。然后打开之后呢，就会是这样子。我们先把一颗蛋拿出来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蛋以细的朝下，然后这样盖起来，然后再把它转紧。蛋多大你就转多紧，让它不要在里面咔咔咔咔的就好。然后呢，再把它装回去。然后它这边有说，这边一定要是卡进去的才算是盖好的，因为如果你里面没有装好，然后外面又没有盖好，当这个蛋飞出来的时候，就是一切都毁了。它这边写大概2分钟，计时2分钟，已设定2分钟的计时器。2分钟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的搅拌到底有没有成功。正常来说，这颗蛋应该已经成功的被搅匀了。现在要测试，这个就是没有搅拌过的蛋长这样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搅拌过的会长怎样。还是有差你？我这样会不会分不清楚哪一颗搅拌过啊？有差吗？我看不出来。后来发现，因为我也检验不出哪一颗是真的煮过的，不如就有一颗就不要搅拌，然后我再搅1颗就好。我觉得最崩溃的是，你以为已经差不多了，然后你看时间才过了1半。好，这颗还需要检验吗？有必要吗？我怕我等一下要拿出一颗没有混过的蛋，结果感觉还是一样。没关系，我们就还是看一下好了。说明刚刚那颗根本就压根没有搅匀，因为里面的蛋黄太坚固了。现在这一颗看起来超暗的，是不是刚刚那颗压根就没有搅匀呐？这个差异超明显的。所以我刚刚那颗的蛋黄应该是铁打的，根本搅不开。真的太扯了，这颗就很有他说的那个 feel， 就是里面已经是几乎不透光的状态了。但是这个就是非常的透光。我拿另外一颗，这颗也非常的透光，所以我要把哪一颗拿起来再转2分钟。好，我不管，就这3颗，这个3颗下去。OK，
于是我们今天有了这3颗，一颗是完全没有搅过的，有2颗是搅过的，但是有搅过的1颗跟没搅过的1颗的透光程度是差不多的，有搅的另外1颗的透光程度跟他说的那个混浊的感觉是有像的。所以这3颗都下去煮，反正吃到原本的水煮蛋我也爽。然后它这个煮的方法呢，我觉得有一点像煮温泉蛋。我们现在先转移到我们的厨房。现在这个水差不多开了，然后我们要把火关掉，然后把我们蛋放进去。它其实有说要用一个耐热的材质把它包起来，再放到水里。但是我手边只有密封袋，所以我觉得还是直接让它下去好了。好恐怖，它会爆开啊！为什么它在冒泡泡？它在冒出一些东西耶，它长毛了，这就是他说要包起来的原因吗？它一直在狂吐蛋白出来，不管了啦，失败算了。现在我要来煮焦糖，我原本想要买现成的，但是现成的好像买不太到，我也懒得去找，所以我现在要来煮焦糖。然后网络上说比较不容易失败的是湿的焦糖，就是有加水的。如果是干的那种，就因为糖融化的温度非常高，所以很危险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做比较简单的，毕竟我也只是想要吃那个甜甜的味道。到大概开心的量，然后呢开火。然后不要让火烧到锅子的边边，然后在溶的期间，你可以稍微动一下这个锅子。它现在开始有一点流动了，就是这个糖已经融化了。然后当它开始变黄的时候，它焦糖化的速度就会非常快，所以我们就趁这个时候加一点水进去，开始搅拌。好恐怖哦！我就是要失败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就让它慢慢融化好了。为什么我看别人做很简单，我自己做像智障？然后我觉得我这个失败了，换一个方法，还是我就拿下面这个湿湿的，假装是焦糖。这是什么？我这是要先把我的糖跟我的水拌好。希望它赶快跟水融在一起，我就可以比较没有后顾之忧了。因为我记得焦糖好像过度搅拌，它会有什么晶体凸现，所以才说焦糖不可以过度搅拌。它开始要滚了，真的很害怕欸。而且我最害怕的就是把这个锅子毁，因为其实我家没有很小锅子，我要去大创买个随便的一个锅子来煮焦糖的，这样子就算锅子烂了，我也不会心疼。我已经开始有焦糖的香味出来了，好像这样还比较简单。OK， 然后就可以关火离火。这是我们这次做的焦糖，是不是看起来就比较有那么一回事了？然后我们就把它倒到碗里。大家现在还很烫很烫，而且我不知道焦糖这种东西做好之后，它会不会有机会自行凝固？你可以看看刚刚失败的，这道也是冲3回，然后这是刚刚做好的，而且很香。好，我现在剩大概5分钟，我要来融化我的巧克力了。我大概融个6块吧，用中火就可以吧，用3分钟就好了。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怎样的巧克力是好，但是看起来好像还可以再一下，再给它一点时间好了。好好吃哦！好，我觉得可以把它拿出来了。它是不是没有办法超级滑顺？这个东西没有救了吧？这是什么？我连融化一个巧克力都融化不好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捞起来，我们再试一次。我觉得我的火力可能开太大了。我到底在干嘛？我是不是已经变成一个完全的烂货了 ？OK， 没有关系啊，越挫越勇。而且重点是我刚才吃掉3片，所以我现在只剩6片的扣打了。我们用中低火，再小低火好。而且我们的蛋其实可以拿起来，这个长毛的到底是怎么样啊？你看它的表面布满了一些蛋白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而且我怎么觉得它不会熟？这颗应该就是刚刚没搅拌的了吧？它整个掉出来全都是蛋白，哎，这个就没事。我开始觉得有点担心，有点恐怖。我们就先带着我们的焦糖，哎，是硬的，哦不，我的焦糖，这是什么？我刚煮那么辛苦，结果现在这个焦糖在跟我闹哪样？这可以靠微波救它吗？好好吃哦！我现在心情很忐忑哎，就是我什么东西都弄不好。有很滑很顺。好，就这样。我闻到焦味了，所以我就觉得它应该出事了。哒啦，它又回到液态的状态，但是它现在已经超烫，我赶快拿进去放在桌上。
终于可以到我们的试吃环节了。至此，我们的巧克力、焦糖、酱油全部都准备好了。好，究竟我们的蛋有没有成功？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。我们先把这个壳已经裂开的这个打开来看，它应该就只是一颗正常的蛋。没错，它就是一颗正常的蛋，因为它里面就是白的，但是是一颗煮的还不错的蛋。可是它好粘壳哦。好烦哦！但是其实你们知道吗？并不是说水煮蛋可以剥得越干净，表示这颗蛋越新鲜，而是剥得越干净，就表示这颗蛋越不新鲜。是不是学到什么？天哪，这个蛋壳也剥得太丑了吧？到底，哎呦，其实很漂亮哎，但是它有比我想象的再软 Q 一点，就是这样，有一点 Q， 有一点弹啊！我要先这样吃吃看咯，好香哦！蛋就是很好吃啊，我没有别的形容词。但是这个打开的这个视觉的惊艳度很有哎，就是它的颜色真的非常的。你现在是怎样？你要吃吗？其实它可以吃哎。啊，它吃了，它吃了。这是被欧丽认证的好吃。好，为什么我在这边喂猫？这不是重点，你拿去旁边吃。我现在要开最后一颗，这颗是毛长得最少的，就是它的外围并没有什么蛋白，它并没有像这颗一样外面会有这种一些蛋白溢出。奇怪，这颗打开来是正常的蛋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刚刚第一个我看不出来，真的是因为它的蛋黄坚固到不行，所以才会让它完全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别。最后一颗我不是说看起来特别明显吗？就表示它真的有被打晕。最后一颗就是这一颗，好可爱哦！你看蛋黄很可爱吧 ？OK， 但至少我们这次有一个样本可以吃了，我们就这样子捞。先加巧克力好了，巧克力，这是加了巧克力的。不是很喜欢，巧克力味道超浓，然后让它，我的焦糖又回去了，又回到那个状态了。好，焦糖我们再给它一点点时间。我今天一定要吃到焦糖的，就算它是苦的我也要吃。但是总之，这个蛋的味道不是像蛋黄那么浓郁的蛋味，但在这个蛋味的同时呢，巧克力味道超级浓，感受不太到蛋的好吃的味道，而且只剩蛋的腥味，真的是妙极了。于是我现在决定要吃一口酱油的，酱油的看起来很好吃哎。就是酱油荷包蛋的味道，100%就是它，好好吃啊！我们的焦糖又以滚烫的姿态回来了。有点可怕，有点像岩浆。我们现在来试试看滚烫的焦糖。我一定要吃到焦糖，因为这才有布丁的感觉嘛，这才是布丁的感觉。我真是下重本哎！我这次做这个，我不只花了它原本的价钱，我以为我们半价买到了它是赚，结果我花了一个锅子、2个碗、1个汤匙的代价，就为了吃上这一口。焦糖好硬。有听到那个声音吗？好险，焦糖还没有很苦，加上焦糖那个浓郁的味道已经盖过了那个蛋的味道了，所以我觉得最佳组合还是酱油，它就是第一名。什么焦糖，什么巧克力，想要把一颗水煮蛋弄成甜食，就先不了。今天搅拌过的最后一口，这一口是敬你们的，然后挨到我的碗。酱油荷包蛋太好吃了吧！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做到这边。如果你对它有兴趣的话呢，这是在台中新时代的玩具反斗城，看起来还有7、8台的样子，都在半价。总之，这个就是今天开箱的这个有趣的蛋黄哥转转。它的正常的名字到底是什么？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按个喜欢。想继续看可以按订阅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。